我喜欢的女孩被男朋友当街暴打，我救下她并报了警。她男友因为拘留，错过了和经纪公司的签约，断送了偶像梦，最后借酒浇愁，死于车祸。我们顺理成章的恋爱结婚，婚礼当天，她却当众悔婚，斥责我卑鄙无耻。我一路追她到天台，早有准备的她毫不犹豫的把我从楼顶推下去。死之前，耳边是她怨毒的控诉：我无时无刻不在恨你，恨你当初为什么要多管闲事？你毁了她的梦想和人生，我就要在你最快乐的这天亲手杀了你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她被打那天，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面色阴郁的男人对着一个漂亮女孩拳打脚踢，围观的路人越来越多。怎么了？这是？不知道啊，突然就打起来了。怎么对女孩下这么狠的手啊？要不要帮忙啊？帮忙？这又不是歹徒当街杀人两口子的事儿，我劝你别瞎掺和，说不定回头女方还要怪你多管闲事。这种例子还少吗？有道理。我站在人群中，听着众人的议论，不禁嘲笑前世的自己实在太天真。原来别人早就想到了这一点，只有我这个傻子，前世自以为救许娉婷于水火中，还报了警。然后他那个人渣男友宋昂被拘留了半个月。宋昂和经纪公司本来谈好了的合同，因为他进了局子作废，错失了进娱乐圈的大好机会。宋昂喝了个酩酊大醉去飙车，最后死于非命。万万没想到，许娉婷因此恨上了我，最后甚至亲手杀了我给宋昂报仇。思绪抽回，只见宋昂狠狠一巴掌打在许娉婷脸上。一个电话你都接不了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你知道对方是谁吗？艺兴公司，我是要跟他们签合同的，你为什么不接那个电话？许娉婷脸肿成猪头，嘴上却不停道歉，老公对不起对不起，可是你调了静音，我是真没听到呀。宋昂听到这话，不但没有停手，反而怒意更甚，他飞起一脚踹到许娉婷肚子上，还他妈狡辩！许娉婷痛哼一声，蜷缩着倒地。围观众人纷纷朝后退了一步，我冷笑一声，转身欲走，只是才走出几步，一条腿突然被人拖住。许娉婷抱着我的腿，哭得满脸是泪。子月，你在就好，快帮帮我，我受不了他了，你帮我报警好不好？这时宋昂冲过来，狠狠盯着我。孟子月，我劝你少管闲事，她是我女朋友，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。他拳头都快挥我脸上了。而许娉婷觉得我肯定会帮他，整个人已经明显放松下来。谁知下一秒，我的话让他愣了。放心，我就是个外人，哪有资格插手你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？宋昂也呆住了。在他俩认识之前，我追了许娉婷整整3年，只是当热爱摇滚、放荡不羁的宋昂一出现，立刻就吸引了他的目光，两个人很快就确立了关系。我默默退出，只在他需要的时候才出现。在他俩的认知里，我现在应该立刻帮许娉婷讨回公道，跟宋昂打起来都算正常。我刚刚大概听明白了，娉婷，这次确实是你的问题。签合同不是小事，万一因为你耽误了，搁谁身上都要恼火。许娉婷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子月。宋昂更是狐疑，你这个舔狗今天转性了？不过你知道就好，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轮不到你插手。说罢，他一把扯住许娉婷的长发，在她的尖叫声中把人拖到了摩托车上。在众人指指点点中，许娉婷认命般的跟着宋昂离开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两个人离开的背影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许娉婷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语气里是藏不住的雀跃。子月，昨天还好你没报警，今天艺兴那边又来电话了，要宋昂赶紧去签约，他开心坏了，不仅为昨天的事跟我道歉，还说回来后就带我去吃大餐。我面无表情回复，恭喜啊。你知道吗？宋昂说等他当了大明星赚了大钱，就给我买别墅，还会专门为我置办一个大大的衣帽间，我们还要在院子里养2只狗。许娉婷滔滔不绝地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，我眼中嘲讽越来越浓。可惜他跟宋昂此时还不知道，艺兴公司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火坑。前世就在我跟许娉婷的婚礼前一天，艺兴曝光出惊天大丑闻，旗下签约的所有艺人都会被他们用来讨好笼络富商和资本大佬。他们会通过画各种大饼哄骗新人签约，然后安排无止境的培训或者是一些不入流的商演，新人受不了，基本会乖乖接受他们的安排。表面上是经纪公司，实际就是个拉皮条的。男艺人不仅要陪富婆，还得陪有各种奇怪癖好的老头，而这些安排都在合同的商务应酬这一项中。如果有艺人敢不听话，要么被雪藏一辈子没出头之日，要么就得出9位数的天价违约费。想到宋昂未来要面临什么，我心情大好。我特别真诚地说，说明你的陪伴和信任都是值得的，祝你和宋昂长长久久，最好一辈子锁死。许娉婷忽然话锋一转，看我光顾着高兴，差点忘了正事儿。艺兴说现在削尖了脑袋要进圈的人太多了，想和他们签约的话必须交100万的代理费。但是我跟宋昂你知道的，我们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啊？子月，你能不能借我们点？艺兴还真是有手段，那些家里本来就有钱的富二代就不说了，
像宋王这种普通人砸锅卖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可不更要为公司好好卖命？我为难道太不巧了？前段时间有个哥们买房，我的钱都借给他了。啊？你不是有套你爸妈给你的老房子吗？现在房子供不应求，想出手应该很容易，至少也能卖个100来万吧。许娉婷犹豫起来，这套房子是他唯一的底气和退路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肯定不想打这套房子的主意。我继续道，其实宋王如果出道了，以后随便参加个什么活动或者出张唱片，赚个100万不是难事。不过这是你的房子，终究还是得你做决定。就算你不想卖，谁也不能说什么。许娉婷没说话了。几天后，她在朋友圈晒了一张一新的照片，配文：新的征程，老公加油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许娉婷的朋友圈动态全是宋昂，陪宋昂参加培训，陪宋昂进录音棚，给排练的宋昂送午饭，等开会的宋昂下班。而宋昂本来五官就不错，现在有了经纪公司的包装，摇身一变，还真有几分大明星的气质。许娉婷颇为得意地晒出了她的写真，配文：老公好帅，相信你，一定是未来的顶流，一定会获得无数人的喜欢。我在评论里留言，一定的，一定会得到老女人和变态老头的喜欢。一心培养新人，等到差不多的时间，就会为他们拍一组所谓的大片，美其名曰为正式进军娱乐圈做准备，实则是给那些大佬们选妃用的。宋王的好日子估计很快就要来了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晚上，许娉婷突然哭着给我打电话，说宋昂参加了一个应酬，回来就一直黑脸，仅仅因为他随口说了句他身上有好浓的香水味，像上年纪的人喜欢用的，就招来了一顿毒打。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事，我还卖了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他上次明明说好再也不对我动手的。我默默听他吐槽，却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跟他一起骂宋昂，然后劝他早点分手，反正他根本不会听。我淡淡道，娱乐圈哪有那么好混的啊，应酬和饭局是不可避免的，宋昂压力肯定很大，你作为他女朋友更要多多理解他才对。可是我觉得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你没看到他今天有多可怕，抓着我的头往墙上撞，我真的忍不下去了，我差点脱口而出，那也是你自找的啊。前世我跟许娉婷恋爱后发生过一次争吵，他特别失控地说宋昂打他又怎么样，就算打他那也是男子气概，哪像我总是温温吞吞没劲透了，等宋昂出头了有名气了，应该就好了吧。你就这么想，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。许娉婷哭完了，最后还是乖乖回去给宋昂冷脸洗内裤。我就知道他只不过是找我发泄一下而已，真让他分手他哪舍得。我知道一心不会对刚签约的艺人有多好，但是我着实没想到会在我家楼下刚开业的小超市门口看到宋昂。他抱着吉他，顶着40度的烈日，站在布置简陋的舞台上，半死不活地唱着大爷大妈们听不懂的摇滚。我饶有兴趣地拍了几张照片，这跟他想象中光鲜亮丽一呼百应的出道简直差了108000里。中场休息时，他躲在角落里跟人打电话，语气是十足的谄媚和卑微。毛毛姐，可不可以不要给我安排这种活动了？自从我进了公司，不是给这种小超市开业表演，就是去农村的红事白事，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。电话那头是个中气十足的女生。哟，你一个新人能给你接到商演就不错了，你还挑上了。不敢，我知道毛毛姐对我好，但是跟我同期进公司的那几个，怎么跟我待遇就完全不一样？论长相，论能力，我不比他们差啊，你是不差，你甚至还比他们强呢。但是人家听话的人，公司就愿意给他资源，懂吗？宋昂不说话了，那头还在继续。上次我给你们安排的饭局，那几个姐姐可都是资本圈的大佬，你搭上了他们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你呢。全程给我摆个死人脸，人家亲你一下怎么了？还委屈你了？多少比你帅的新人想要这个机会还没有呢，进了这圈子，你还装什么清高？自己不上道，怪得了别人吗？宋昂听着劈头盖脸的训斥，咬咬牙，似乎下定了决心。毛毛姐，我错了，以后您给我的任务，我一定好好完成，只求您别再给我接这种活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行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可警告你，这次是最后一次，你再不好好把握，以后就别来找我了。是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今天晚上8点，粤江饭店303包间，好好打扮打扮。听完墙角，我悄悄离开，然后果断给许娉婷打了个电话。娉婷，晚上有几个同学说要聚，你也来吧。我就不去了，宋昂不喜欢我出去参加这些饭局的。今天不一样，有个前辈是制片人，他们正在筹备一个关于摇滚的电影，你去了可以介绍你家宋昂去试试，如果一出道就能参演电影，那可是多少人求不来的机会和资源啊！真的？那我跟宋昂说一声，我赶紧制止。别，你先来见再说，差不多的话再告诉宋昂，还能给他一个惊喜，对不对？许娉婷想了想，行，我笑了，8点半，粤江饭店，不见不散。
我早早就到饭店了。7点40几分，看到一个穿黑色西装的胖女人领着宋昂还有2个小鲜肉走进了303。8点过了会，几个打扮的珠光宝气的女人也走了进去。这几个富婆虽然个个保养得不错，但到底上了年纪，厚厚的脂粉掩盖不住满脸褶子，也难怪宋昂不乐意了。我幸灾乐祸起来，自己选的路，你他妈跪着也要走完。又过了会儿，许娉婷到了，我在门口接到她，然后就往3楼走。这个制片人他好不好说话？我今天还带了宋昂的简历，如果成了，宋昂公司那边能同意的吧？如果我帮宋昂争取到了这个机会，他一定很开心。许娉婷兴奋地说个不停。我敷衍着点头，走到303门口，我假装迟疑道：“是这儿吧？我看看。”我轻轻推开门，一眼就看到宋昂正跟一个比他妈年龄都大的女人嘴对嘴喂酒，好几次酒从2个人嘴角流出来，他毫不犹豫喝一口新的，继续对着老女人的嘴喂下去。旁边的人都在鼓掌起哄。俊男老女实在算不上什么香艳的画面，但是已经足够炸裂了。我看向旁边的许娉婷，她已经石化了。下一秒，许娉婷疯了一样冲进去，不管不顾地分开2个人，怒吼声响起：“宋昂，你恶不恶心？”许娉婷对宋昂是真的好，好到可以忍受他的谩骂和殴打，但不代表他连出轨都可以接受，因为打他还能扑爱自己是自己惹宋昂不高兴，可出轨那就是实实在在的背叛。许娉婷指着跟宋昂亲嘴的富婆大骂：“宋昂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这种又老又丑的女人，你是怎么下得去嘴的？你当我是死了吗？”宋昂又羞又恼，他不安地看了眼富婆和经纪人，然后对着许娉婷低声呵斥：“你怎么来了？快出去！我不走要走你，跟我一起走。”黑色西装的胖女人板起了脸，平静的语气下酝酿着巨大的怒意。宋昂，他是谁？宋昂立刻怂了：“毛毛姐，他……许娉婷梗着脖子高声道：“我是他女朋友，就算你是经纪人，你也不能这么糟践人吧？凭什么让我男朋友跟这些老女人？”啪！富婆把手里的酒杯重重往桌上一扔：“这就是你们一心的待客之道。行了，我看你们也没什么诚意，那个项目咱们也不用再谈了，反正想找我合作的人多的是，不缺你们一家。”说罢，富婆起身就走，跟她一起来的几个人也跟着站了起来。那个毛毛姐忙不迭的赔罪：“姐姐，别这样，咱们再谈谈新人不懂事，我回头肯定好好罚他，您先别走啊。”可惜，无论他跟宋昂如何低声下气的挽回，富婆们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宋昂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。毛毛姐，毛毛姐狠狠扇了宋昂一巴掌。许娉婷眼睛一瞪：“你凭什么打人？我问你凭什么打我男朋友？”毛毛姐冷笑了2声，话都懒得跟他说，立刻走人。2个小鲜肉立刻跟上，最后只留下宋昂和许娉婷，还有门口的我。宋昂因为愤怒浑身颤抖，眼底渐渐涌上疯狂。许娉婷看着宋昂的样子，这才后知后觉的害怕起来。宋昂，我是不是给你闯祸了？宋昂二话不说，抄起一个啤酒瓶，对准许娉婷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。啤酒瓶让许娉婷昏昏沉沉，毫无反抗之力。这次宋昂比上一次打得更狠，拳头如雨点般落下，脸上、头上、胸口、背后，每一下都用了十足的力道，让许娉婷惨叫不止。你除了会坏我的事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力气才能来这个饭局吗？你知道你把我多好的一个资源给搞没了吗？岂止是一个资源，被经纪人和公司放弃的艺人走又走不掉，留下来还没前途，更不许接私活，只能苟延残喘。很快，许娉婷的鼻子和耳朵都被打出了血。我假惺惺地喊着住手，脚下却没动。闻声而来的服务员制止了暴怒的宋昂，许娉婷软软倒在地上。惊吓过度的服务员赶紧打了120。许娉婷这次受伤非常严重，脑震荡、耳膜穿孔，肋骨还断了一根。她心如死灰地躺在病床上，连我进来都没发觉。已经半个月多了，宋昂一次都没有出现，连个电话都没有。对宋昂一直死心塌地的许娉婷动摇了。是的，仅仅是动摇而已。她依旧舍不得说分手。她问我：子越，我那天是不是真的做得有点过分了？可是他跟那些老女人那样，我怎么可能忍得住？你听听，你听听，渣男对他连个关心都没有，他自己已经开始帮渣男开脱了，跟老女人嘴对嘴就受不了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当初那么想要宋昂入圈，不就应该想到这些吗？我不咸不淡道：其实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想清楚了就不犹豫了。你做了那么多，不就是想要让他出人头地吗？而且你别忘了，你可把所有的信任和钱可都压在他身上了。我听说那晚后他去找经纪人赔罪，跪了1天1夜，经纪人才肯原谅他，也是蛮可怜的。毕竟如果得罪了经纪人和资本，那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。许娉婷睫毛动了动：还有的我没说。
宋昂找经纪人负荆请罪后，经纪人亲自带着他去了富婆家里，待了整整1个晚上。第二天他出来，脸色青灰，嘴唇发白，走路都是飘的，可想而知，为了弥补过错，他有多卖命。我继续道：你那天确实有点冲动了，不过好在宋昂挽回了经纪人，听说艺兴已经准备帮他出唱片了。他这段时间没来看你，肯定是太忙了，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吧。许娉婷终于开口了：真的吗？许娉婷出院后，自己打车回了他和宋昂的家。他被再次家暴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。每一次许娉婷都会洗脑自己，宋昂都是有苦衷的，再忍忍就好了。可是他却不明白，一次次的原谅不会换来改变，只会让伤害变得习以为常。宋昂愿意接受公司的各种应酬安排之后，资源果然好了很多。除了出唱片的事，艺兴还帮他接了几个像样的综艺，到处混混脸熟，刷刷存在感，再买点通告热搜。这么一搞，宋昂热度还真起来了一些，也有几个小粉丝成天在网上帮他摇旗呐喊了，偶尔还会有人要他签名合影。人一旦享受到了名和利带来的好处，就再也放不下了。他频繁地出入公司安排的各种饭局，熟练地游走在各种富婆之间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彻夜不归也是常事。许娉婷不敢再跟宋昂为这个争吵，只能打电话跟我抱怨。每当这时候，我都会安慰他，都是逢场作戏，只有你才是他的正牌女友。你要想，你可是未来的顶流女朋友，顶流老婆，要应付那么多富婆。宋昂慢慢开始力不从心。艺兴在这方面很有经验，除了每天会给他吃药，还说服宋昂去做了私密手术，下面镶嵌了几10颗珠子。听说富婆圈最近很流行玩这个，宋昂不敢不接受。公司想雪藏一个艺人，轻而易举，一旦停了他所有的活动，他合约在身，又付不起违约费，只能一辈子困死在艺兴。而且已经走到这一步，宋昂自己也舍不得停下来。许娉婷已经把我当成他的情绪垃圾桶了，连2个人的私密事都愿意跟我说，他好久都没碰我了。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跟那些老女人玩出感情来了？玩出感情不至于，玩到虚脱倒是真的。而且他那里做了手术，哪还敢让许娉婷看见？我嘴上却说，宋昂现在是上升期，每天事情那么多，累是肯定的。你不要想那么多，支持他鼓励他就对了。何况现在他面对的至少还是女人，等后面对上那些肥头大耳、油腻变态的老男人，才是他真正的噩梦。因为宋昂的配合跟努力，艺兴对他很满意，找专人为他量身打造了第1支 MV， 算是对他的嘉奖。因为这首歌，宋昂在网上小火了一把，微博和抖音的粉丝越来越多，甚至还出现了自己的粉丝后援会。虽然公司会抽走大部分收入，但宋昂也着实挣了点小钱。他从原来的地方搬了出来，一个人换到了一家高档小区租住。是的，只有他，没有许娉婷。按宋昂的说法，现在不可避免会有狗仔和粉丝窥探他的私生活，而他现在大小也算偶像艺人了，正处于上升期，最好不要把有女朋友的事情公开，这让许娉婷异常的不满和害怕。子月，你说宋昂会不会不要我啊？我安慰他，怎么会呢？你也算是陪他从低谷一点点走上来的，他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都念着你的好呢。许娉婷还是有些不安，真的吗？你说我支持他走这条路，真的是对的吗？我压下眼里的讥讽，前世他把所有的罪责都安到我头上，认为是我毁掉了他跟宋昂美好的未来，现在怎么这么快就开始患得患失了呢？咱那些老同学可都对你羡慕得很，说你熬出头了，说你聪明，找了个潜力股，以后就等着住别墅坐豪车享福吧。如果是曾经的许娉婷，听到这话绝对高兴，可现在他只有苦笑。可是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他现在不但要跟我分开住，还不让我用女朋友的名义去公司找他，我给他发消息他都不回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你就是想太多了。宋昂不想让女朋友去看他，但是没说粉丝不能去看他吧？你就伪装成他的粉丝不就好了？许娉婷眼睛一亮，我跟许娉婷在一兴的大门口看到了从商务车上下来的宋昂，他跟从前相比完全判若两人，更瘦更白更精致了。宋昂穿着一身潮牌，跟路边举着横幅的几个粉丝打招呼，哥哥给我们签个名吧，哥哥可以合影吗？宋昂笑得很阳光，大大方方走到粉丝身边给他们签名合影。许娉婷羡慕坏了，忍不住也凑过去。宋昂一看到他，扬起的嘴角立刻放下来，对不起各位，公司还有事，我得赶紧走了。许娉婷不敢张口叫住宋昂，只能眼巴巴看着宋昂的背影消失。没多久，宋昂给他发来消息，你他妈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，叫你别来别来，你跑过来要死啊许娉婷，咱俩分手了别再来缠着我。许娉婷如遭雷击，我为他打抱不平，给宋昂发语音，你这人有没有良心？别忘了你跟艺兴签约的钱都是他帮你付的，孟子月又是你这个舔狗，你那么爱他，这女的刚好老子不要了，你捡走吧，至于那100万，
老子会分期还给他的，别来缠着老子了。说完，宋昂直接拉黑了许娉婷的微信。许娉婷受不了打击，在家连着哭了几天几夜，然后就生了病，发起了高烧。我在电话里敷衍着安慰了她几句，她突然哀哀戚戚：“子月，我记得大3那年暑假我发烧，你照顾了我整整1个礼拜。我现在才发现你比宋昂好多了，你对我才是真的好。”他不说还好，一说我快吐了。当初他之所以会生病，是因为半夜跟宋昂开着摩托车到郊外，2个人在无人的小树林里疯玩了一整晚。回来的路上，许娉婷就高烧不退，连嗓子都哑了。宋昂嫌麻烦，把人直接丢在学校门口就走了。许娉婷只好给我打电话。我这个傻子1秒都没有犹豫，取消了出国旅行的计划，飞奔到学校去照顾他。而这些都是后来宋昂故意告诉我来恶心我的。其实许娉婷一直都知道谁对他好，谁对他不好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自以为是的深情，在他眼里狗屁都不是。许娉婷哭着说：“子月，我真的受够了宋昂了，我想过了，分手就分手，子月，咱俩在一起吧，我要让他看看，我许娉婷也不是没人要，给我滚犊子！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有事孟子月，无事家暴男。”我当然是拒绝了。别说胡话，我怎么能乘人之危呢？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好好睡一觉。其实宋昂就是一时情急才说了那些话，等冷静下来就好了。说罢，我赶紧挂了电话。紧接着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是我在一心收买的一个小助理发来的，我让他帮我盯着宋昂的动态。孟哥，今天晚上公司又给宋昂安排饭局了，我偷偷听到，这次全都是男的，都是资方大佬。好啊，终于要到重头戏了。我找了人，提前蹲点，把宋昂从进房间开始跟大佬们推杯换盏，然后被一个地中海老头上下其手的视频都拍了下来。宋昂今天打扮得格外好看，可能因为玩摇滚的原因，没有很多当下小鲜肉的娘里娘气，精致又不失阳刚，更合这些老男人的口味了。老头嘴巴贴到宋昂脸上的时候，他明显全身一僵。老头得寸进尺，咸猪手从宋昂敞开的衣领里伸进去，另一只手伸进了他裤腰下面。宋昂脸上简直就是一副慷慨赴死的表情，却一点也不敢反抗。饭局结束，宋昂木着脸跟老男人进了酒店的其中一间房，直到第2天下午，他才失魂落魄地从酒店门口出来，裸露的皮肤上伤痕累累。他刚走到门口就大吐特吐，吐完不敢停留太久，打了辆车赶紧走了。前世一心的丑闻曝光出来后，不少偶像艺人陪睡大佬的照片跟视频也流传了出来。那些老男人比老女人们玩得更花，各种工具手段动作让见识多广的网友们都大为震惊。每个被公司送去服侍老头的偶像，白天光鲜亮丽，晚上生不如死。而这些早就死于意外的宋昂自然是不知道的。到了中午，小助理又给我发来消息，今天宋昂一到公司就去找毛毛姐，在他办公室待了很久，毛毛姐好像还发了很大脾气。我冷笑，估计是受不了老头，找经纪人抗议去了吧。抗议有个屁用，他以为自己还有退路吗？前世他拘留结束，得知自己签约无望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跑来找我打了一架，口口声声说我坏了他的大好前程。许娉婷更是因为这件事对我恨之入骨，也不知道此时此刻宋昂有没有一丝丝后悔。几天后，许娉婷又联系我，子月，你说中了，宋昂今天突然来找我跟我道歉，还给我买了好多礼物，他哭着说是自己前段时间压力太大，精神一直紧绷着，现在冷静下来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我，还说要跟我复合。那你怎么想？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我一时心软就原谅他了。子月，就是前段时间我生病的时候说的那些话，你别当真啊，咱们就做一辈子最好的异性朋友好不好？我笑，鬼才会当真，我之前到底是喝了什么迷魂汤，会被这样一个蠢女人迷得找不到北。我说那很好啊，恭喜你们复合。不答应他就不是许娉婷了。他对宋昂的跪舔程度，恐怕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，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许娉婷好了伤疤忘了疼，高兴地跟我说，宋昂还说他不应该害怕影响自己，就不让我去找他。他说今晚要带我去参加公司的饭局。我直觉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果然，许娉婷当晚就出事了，出大事了。许娉婷在饭局上被下了迷药，在酒店房间里迷迷糊糊醒来时，惊悚地发现一个猥琐的老男人正对着自己做不可描述的事情，旁边还有一个架好的摄像机，将整个过程都拍了下来。他惊恐又愤怒，慌乱中，他抄起床头的木质摆件，对着老男人头上重重一击，把人打晕后，他来不及多想，立刻报警说自己被人迷奸。警察火速出警，老头醒过来以后，主动交代了一切。原来是宋昂这个渣男，竟然为了自己的前途，自作主张将许娉婷献给了那群老头。许娉婷长得漂亮，送上门的礼物，老头们不要白不要。而宋昂为了日后好拿捏她，让她继续代替自己伺候老男人，
还主动提出将过程录下来，就是为了用视频威胁他。许平婷知道这个真相后，当场崩溃。而宋昂也没料到，自以为是的小聪明酿成了大祸。公司火速跟他撇清关系，发通告终止了他的一切商务活动，直言都是艺人个人行为，与公司无关。他心心念念的明星梦彻底破灭了。万念俱灰的宋昂在警察抓他的时候躲了起来，他没跑路，而是去找许平婷实施报复。宋昂将门反锁，把许平婷的嘴巴用胶带封住，然后整整折磨了他3个小时。最后还是邻居看到门口有血迹流出来，才报了警。警察赶到后破门而入，许平婷已经因为失血过多休克。宋昂落网。听说被抓的时候，他像得了失心疯一样不停大喊：我是明星，我有几10万粉丝，你们不能抓我，我的粉丝会骂死你们的。我是大明星，我是要当顶流的，放开我，我要弄死这个女人，都是她连累了我，我要弄死她。作为迷奸案的主谋，宋昂也要承担刑事责任。尽管一心用尽手段想要将这事儿的热度压下来，还是被对家们给买上了热搜。宋昂的一小撮粉丝还嘴硬，说哥哥一定是被人陷害了，哥哥那么单纯，绝不是那样的人，哥哥他才20来岁，还是个孩子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。我悄悄把宋昂陪老男人吃饭卖笑，以及第2天从酒店出来的视频发在了网上。一记雷神之锤让那群眼瞎心盲的粉丝闭上了嘴，而一心也因为这件事口碑彻底崩了，哄骗新人签约，压榨艺人，威逼利诱艺人现身各种大佬，一切都跟前世一模一样。股价一跌再跌，许平婷在 ICU 躺了将近1个月才转到普通病房。宋昂这次下了死手，除了皮外伤，许平婷一只眼睛永久失明，脊柱腰椎遭受很大的重击伤害，下半身彻底瘫痪。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，他形容枯槁，短短1个月好像老了20岁一样。因为护工不尽心，他的床位散发出阵阵恶臭。宋昂判了5年有期徒刑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。许平婷躺在床上一言不发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忽然开口：宋昂第一次打我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劝我跟他分手呢？我脚步一顿。许平婷继续道：昏迷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你救了我，然后还替我报了警。宋昂被抓走拘留，他跟一心的合约没签成，他气得要死，就把自己灌醉，然后骑着摩托车撞到了墙上，当场就死了。我不可置信的转身。许平婷艰难地坐起来，直勾勾看着我：孟子月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你当初为什么不报警？为什么不让他去死？他情绪越来越失控，越喊越大声。如果他早就死了，就不会有后面那些事，我就不会变成今天这样。都怪你，孟子月，都怪你。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你不是说你爱我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帮我？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我跟宋昂这个人扎在一起？听着他充满愤怒的诘问，原本看到他的惨状而升起的一丝同情彻底烟消云散。我缓缓道：那你有没有梦到宋昂死了以后，后面发生了什么？许平婷猛地一震，她眼神飘忽起来。有没有梦到我跟你求婚？有没有梦到我为你精心策划了一场盛大的婚礼？有没有梦到你当众悔婚？有没有梦到我被你从天台上亲手推下去，活活摔死？有没有梦到你杀我的时候，说你恨我当初多管闲事？许平婷猛地抬头看我，呼吸变得急促。你也……不，子月，那不是真的，我怎么可能会那么对你呢？那只是个梦，不重要了。许平婷，每一步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怪罪我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还敢对我大呼小叫，不过就是仗着我曾经喜欢过你。其实你跟宋昂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。说罢，我转身就走。许平婷在我身后嚎啕大哭：子月，我错了，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我真的错了，可惜早就晚了。那个真心爱过许平婷的孟子月已经死了。从医院出来，我删掉了许平婷的所有联系方式。天作孽，犹可为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